完了完了，今天简直是我的职场末日。小红，你在叹息什么呀？刚进来就感觉到一股乌云笼罩的气息了。还能有什么？我一季度最大的合同因为一点小失误泡汤了，一回到办公室就被老板轰炸了一顿，现在耳朵还在嗡嗡响呢。哎呦，听起来真够紧张的。不过万事开头难嘛，但我突然想到，要应对这样的状况，我们得有武器呀。什么武器？当然是职场中文词汇和句型了。像被批评、商讨合同、加班、升职，这些生存词汇非常重要。学完下次你就能自信地反击所有挑战了。哦，这个主意不错，光说不练太枯燥了，不如我们在办公室里来一段对话，让大家一起带入角色学习吧。别担心，我们的剧组已经准备好了。首先，我们要学习怎样介绍自己的工作。一起来看看陈静和王强的对话吧。王强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。哎，陈静，好久不见了。好巧啊。你现在担任什么职位？还是做人力资源吗？我从事的领域没变，依然是人力资源，但我现在的职位是招聘专员。招聘专员，听起来很专业。那你具体的工作负责哪些方面呢？我主要负责筛选简历、组织面试，以及和各部门沟通人才需求，不像以前只是做一些行政助理的工作。明白，我现在是自由职业者，远程工作。我负责为一些小型企业优化他们的线上营销策略。自由职业者听起来很酷，比在节奏很快的大公司工作灵活多了。哇，小明，你听到当被问到现在的工作时，陈静回答说，我从事的领域没变，但我现在的职位是招聘专员。这句话听起来多么专业自信啊！他们成功地避开了我是这个陷阱。现在让我们来解剖这段对话，看看 HSK4 的知识点藏在哪里。第一个升级点，从事。陈静没有说我做人力资源，而是说我从事的领域没变。用从事时后面接行业或领域。如果你是医生，可以说我从事医疗行业。如果你是自由撰稿人，可以说我从事写作领域。我看陈静用主要负责来说明他的日常工作，这比简单列举任务要正式得多。他用了3个动词：筛选简历、组织面试以及沟通需求，以及是 HSK4 的高级并列连词，比和更具书面感。我们来看王强的回应，他用了状态，我现在是自由职业者，远程工作，这是描述当代工作模式的必备表达。他还用了优化这个核心动词，优化营销策略，听起来比让营销变好简直专业了一个等级。对啊，听起来既有吸引力，又很自然。在介绍自己的工作时，别总是用我是哦。按照下面这个公式来说，会更自然。从事加担任加负责加运用。好的，既然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些核心句型，接下来在第2部分，我们要教大家如何用虽然、但是来表达工作中的挑战和被批评的情况。首先，一起来听听孙俪和张明的对话吧。孙俪，你的新项目听起来很棒，但是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有挑战性的问题吗？当然
然有，最让人头疼的是时间安排，因为我们总是有紧急的截止日期。我理解。那你有被上司批评过吗？比如说，对你的设计不太满意。当然，上周我的设计稿被要求彻底修改，一开始我感觉压力很大，甚至有点沮丧。后来呢？你是怎么调整心态的？虽然被批评很痛苦，但是我知道这是提升我的专业能力的机会。最终修改后的效果令人满意。完美，这才是成熟的职业态度。我们都应该从批评中学习，而不是逃避。哎呀，这段对话真有意思啊，小红，能学到不少东西呢。对，我们首先看挑战的高级表达。孙俪没有说工作很难，她用了2个词汇，有挑战性和令人头疼。另一个描述工作困难的词是紧急的截止日期。这个词在任何行业都很实用，比只说很忙要精准得多。接着是情绪词汇。当孙俪提到被批评时，她用了压力很大和沮丧。HSK4 的观众不要再只用不高兴了。最关键的来了，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虽然但是句型，孙俪用它来做了一个完美的情感转换。虽然被批评很痛苦，但是他将负面情绪转化为积极的学习动力，提升专业能力，这展示了成熟的职业态度。这个句型在我们中国人当中非常常用。在谈论工作时，你可以用这样的结构：虽然加工作中的消极因素，比如压力大、很累、被批评，但是加自己的收获积极因素，比如有成就感、团队合作很好、有价值。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，如果你是销售员，虽然每天需要面对客户的拒绝，但是成功签约时的成就感是无法替代的。喂，小红，你听我说，虽然跟你一起工作压力很大，但是我每天都得装作很开心，哈哈哈。虽然你每天都装开心，但我看得出来你是真的害怕我。好了，完美。到目前为止，你的中文已经可以专业的回答你的工作是什么，和你对工作的感觉如何。接下来，我们进入一个更正式的职场场景，谈论合同。HSK 3到4的朋友们学会这些表达，你的中文会立刻提升到商务级别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部分的对话吧。王静，你对和新客户的合作计划有什么建议吗？这份合同的付款条件有没有问题？李总，我总的来说接受合同内容，但是关于交货日期的规定，我觉得有点紧。那你建议我们怎么进一步讨论？我们需要明确他们的底线。我建议我们回复时强调，虽然日期很紧，但是我们会尽量满足，同时要求他们提前支付定金。完美！这段对话教会你如何有礼貌、有策略地和老板谈判。首先看开场白，老板用了合作计划和付款条件这2个词，这些词比合作或者付钱专业10倍。条件的意思是条件、要求。王静的回答简直是范本。总的来说，这个句型帮你先肯定，再提出问题。他接受了，但是交货日期有点紧。李老板问：你建议我们再多一步讨论是怎样的？这里的建议和再多一步表达了一种更专业、更委婉的沟通方式，而不是直接说你想做什么。王婷的沟通策略真棒。
他用了虽然但是这个句型来安抚客户。比如他说，虽然时间紧，但我们会尽全力去满足您的需求。尽全力是 HSK 4级的词，这种表达方式既礼貌，又能让客户感受到你的专业和诚意。他还巧妙地用了同时这个连接词，同时是 HSK 4级的词，意思是在同一个时间或者并且。他用它来提出定金这个关键要求。比如他说，我们会尽全力满足您的时间要求，同时希望您能先支付定金。这样说听起来更自然，也更有条理。比起只用和来连接句子，用同时显得更专业，更有说服力。因为它不仅表达了并列关系，还让语气更正式，更有逻辑性。在商务沟通中，这种表达方式能让对方更容易接受你的提议。总结一下，下次你在谈论任何合作或要求时，请使用总的来说加接受，然后用虽然但是引导你的建议。请在评论区留言，用虽然但是来告诉我们你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大的合作难题是什么。我们期待你们的精彩回答。好了，现在我们一起来看最后一段对话，一场关于加班和升职的精彩交流。当李经理提到加班时，陈静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他能不能抓住这次升职的机会？一起看看吧。王静，最近你的表现很好，但我发现你经常加班，你适应这种安排吗？王总，虽然工作量比较大，但是我能按时完成，我适应的还不错。很好，听说你希望在公司有更好的发展，是吗？你对未来有什么计划？是的，我希望明年可以申请升职到项目经理的职位，积累更多的经验。我会考虑你的要求，你现在应该更注重提高你的领导能力。哇，这一段对话信息量超级大，它教会我们如何谈论职业发展和工作辛苦。对，首先是王总问的，你对加班适应吗？适应是个高级词，比只问累不累专业多了。王静的回答再次使用虽然但是来平衡。他说，虽然工作量挺大，但是我可以完成任务。这样的回答既谦虚，又能体现他的专业能力。记住，强调完成和结果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目标设定，这一部分主题是报名升职。这两个词都是非常重要的 HSK 4关键词。在谈论未来计划或职业发展时，中国人通常不会说我想换工作，而是会用更专业、更积极的表达，比如我想报名升职，我正在准备申请更高的职位。这样的说法不仅能体现你的上进心，还表现出你对公司和领导的尊重与忠诚。记住，在商务中文中，报名和升职不仅是词汇，更是你展现职业态度和自我成长意识的重要信号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说自己想积累更多的经验，来支持自己的升职目标。积累经验这个表达体现出一种认真工作的态度，以及长期发展的思维。动词积累非常实用，经常用来表示经验、知识或资源的不断增加。比如，积累经验、积累知识、
积累人脉。这样的表达听起来更专业、更成熟，在职场沟通中非常常见。记住，积累不仅仅是慢慢增加的意思，更是一种坚持、成长和自我提升的象征。最后是王经理的要求一句非常现实又中肯的建议，要更加重视提高自己的领导能力。重视和领导能力都是 HSK4 的高频商务词汇，在职场交流中经常出现。这样的表达听起来专业、自信、有目标感，展现出你作为未来领导者的潜力。记住，重视不仅是关心的意思，更是一种主动成长和自我投资的态度。总结一下，当我们谈论职业目标时，一定要学会用更专业的表达，比如报名升职和积累经验。这两个词不仅让你的中文更自然，还体现出你在工作中的进取心和成长思维。现在轮到你了，请在评论区分享，为了实现目标，你希望提升哪方面的能力呢？是沟通能力、领导能力，还是团队合作能力？欢迎用中文回答，我会帮你一起改进和完善。好的，亲爱的 HSK 3到4听众们，今天我们终于完成了职场中文的终极挑战。在这次旅程中，你学会了如何专业地谈论，介绍自己的工作，被批评，起草合同，加班，升职。学中文不只是为了考试，更是为了在生活和工作中真正用得上。大家把今天的词汇和句型写下来，每天大声重复练习。只有坚持这样做，才能从 HSK 3到4迈向真正的流利。感谢大家收看 Mr. Chinese Channel 职场中文升级指南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再见。再见。